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我爸给学校捐了8个亿，当晚舍友就发了一条朋友圈：爸爸的爱是我成长路上最大的底气。舍友是林氏千金的消息一夜之间传遍了全校，就连追我的舔狗也跑去捧舍友的臭脚，只有我傻眼了。她是林氏千金，那我是谁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燕京大学校董晚宴上，林氏集团董事长捐赠8个亿的消息一出，便炸了学校的论坛。舍友于欢抱着手机，声音里满是艳羡。大企业就是出手阔绰，8个亿啊，说捐就捐了。社长周晴从卫生间擦着头发走出来，闻言冷嗤一声，不过是资本家的作秀罢了。8个亿，既能赚个好名声，还能给自己的孩子铺路。有钱人的算计你不懂。彼时我正在整理论文，听到周晴话里的鄙夷后，不禁一怔。于欢不解地问：周晴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怎么没听懂呢？周晴笑了一声，似乎是在嘲笑于欢的无知。林董事长的独女就在我们学校上学，这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于欢捂嘴惊讶道：真的？是谁呀？闻言我也放下了手机，看向周晴。周晴耸耸肩，具体是谁我也不清楚，只是开学时听人说起过。片刻后，于欢突然在床上惊呼了一声，然后将手机举了过来。林董事长的独女，不会是林珊珊吧？你们快看林珊珊刚发的朋友圈。周晴动作迅速地拿过于欢的手机，看到了林珊珊新发的一条朋友圈：爸爸的爱是我成长路上最大的底气。配图是林珊珊倚靠着一辆迈巴赫0303的车牌号清晰可见。今天林董来学校坐的就是一辆迈巴赫，车牌尾号和林珊珊发的照片上的车牌号刚好对上。一瞬间，林珊珊林氏千金的身份被坐实，那条朋友圈的点赞源源不断，评论区也是满满的羡慕。真千金竟在我身边，8亿小公主还缺仆人吗？任劳任怨，24小时随时待命的那种。我何德何能，竟然能和林氏小公主上同一所学校？我看完了林珊珊的朋友圈，一时有些傻眼。她是林氏千金，那我是谁？我当即想给我爸打电话，问问他什么时候背着我多了个私生女。我的动作却被于欢的惊呼声打断。我看向他，却对上于欢八卦又纠结的目光。雨禾，你应该没和蒋生谈吧？说着，于欢将手机递给我，入眼依旧是林珊珊的那条朋友圈，一条又一条评论下面，蒋生夹在中间尤其显眼，只有短短3个字：那我呢？林珊珊也独独回复了他一人：你也是，配上一个害羞的表情包。而评论区从这条开始，往下便是一水的祝99。我打开自己的手机，找到林珊珊的朋友圈，却没有看到蒋生的那条评论。我瞬间明白过来，蒋生应该是把我拉黑了。这一刻，我说不上来是什么感受，有一点膈应。我和蒋生的关系还处于暧昧的阶段，属于周围人都知道，但当事人还没有捅破。上周蒋生还跟我说要给我一次正式的告白，结果今天就和林珊珊以这种方式官宣了。我放下手机，只觉得自己被人耍了。我就说，往常恨不得对我进行消息轰炸的蒋生，今天怎么一条消息也没有？原来是追在8亿小公主的屁股后面当舔狗去了。我将林珊珊的朋友圈截图转手发给我爸：老林，私生女。半晌，我爸发来一个问号，
告他，律师费我掏了。我放下心来，明白过来，这一切大概都是林珊珊的自导自演。安抚好爸爸的情绪，并嘱咐他不许插手后，我重新打开林珊珊的朋友圈，有些好奇她到底想做什么了。林珊珊是这个学期才搬进我们宿舍的，刚来那天就拉着3个行李箱，一身香奈儿套装，踩着滑轮天奴恨天高，站在宿舍门口嫌弃地扇扇鼻子。看见我们3个，林珊珊十分自然地指使起来。我睡不惯靠近门口的床铺，你们谁跟我换一下？宿舍不大，左右各2个床位，都是上床下桌。于欢和周晴一人一个靠窗的床位，我来得晚，自然也无所谓睡呢。床位靠门，和于欢挨着。林珊珊话音刚落，于欢和周晴就对视了一眼，两人眼里都写满了纠结。毕竟都睡了1年半了，东西零零散散的也不少，这样张口就让人换床，谁也不愿意。周晴移开视线不说话，于欢性子软，有些胆小怕事，此时也默不作声。林珊珊看没人说话，面露不愉，随即进来看了一圈，自顾自地指了靠窗的一个较为干净整洁的床位，说：“这是谁的？我要换这个。”于欢看着自己的床位被林珊珊盯上了，一时眼眶发红，模样委屈又纠结。我有些看不惯林珊珊这副一来就盛气凌人的样子，刚想制止，就听见周晴说：“不就是个床位，要换就赶紧收拾吧。”见一向姣好的周晴没站在自己这边，于欢一愣，嘴唇嗫嚅着，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。我看了一眼，对于欢说：“你要是不想换就不换，没人能逼你。”于欢怯懦地看了眼林珊珊，我以为他会顺势拒绝，没想到却听见他说：“我东西有点多，你得等我一会。”我刷手机的动作一顿，一脸惊诧地看向于欢，于欢却躲开了我的视线，起身去收拾自己的东西。林珊珊站在我身后嗤笑一声：“狗拿耗子多管闲事，你想替人出头，人家可不领情呢。”声音里极尽嘲讽，不用想都知道是对着我说的。于欢收拾完自己的东西，一直装死的周晴这时候却站起来了，主动上前帮林珊珊铺床。林珊珊收拾完后，从包里掏出一盒巧克力递给周晴他们：“这是我爸爸从国外特意给我带的，国内买不到，味道还行，不过你们应该没吃过，给你们尝尝。”于欢和周晴很高兴地接了过去。我扫了一眼巧克力的包装，认出是国外烂大街的平价巧克力，国内确实没有进口的必要。许是我平静的眼神惹恼了林珊珊，我感觉她在我身上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随即冷哼一声：“装什么？没见过世面的穷鬼。”我点点头，毫不客气地对回去：“均价不到2刀的巧克力，确实是没见过世面的穷鬼才会买。”你！林珊珊怒极，被于欢、周晴拦着，才没冲过来对我动手。就算真的动手，我也不怕。我平日里是最讲道理的，可若对方不想听，我也是略懂拳脚。自此，我和林珊珊的梁子算是结下了。林珊珊是第2天才回学校的，我在实验室门口碰到她，彼时她正和蒋生站在人群中间，接受着大家艳羡目光的洗礼。珊珊，你真的是林氏千金吗？你瞒得也太好了吧！同学这么久了才告诉我们。林珊珊显然很享受这种氛围，害羞地垂下头，不是故意瞒着大家，大家千万不要对我有什么滤镜，我们还像以前一样正常相处就好。林珊珊此话一出，同学们纷纷夸赞她性格好，
平易近人。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，看到我来，众人才慢慢散开，回到自己的位置上，继续做实验。林珊珊看我走来，直接伸手挽住蒋生的胳膊，看我的目光充满挑衅。蒋生看了我一眼，想要说什么，但见我压根没打算理他的样子，又将话吞回了肚里。我走到自己的位置上，刚准备坐下，余光却看见林珊珊挽着蒋生的胳膊进了实验室。我眉头一皱，直接伸手将人拦住，非实验室人员不得入内。林珊珊的表情立马不乐意了，伸手晃了晃蒋生的胳膊。蒋生看着我轻咳一声，实验室目前人手不够，珊珊过来正好可以帮一下忙。我依旧不让步，实验室人员变动需要宋教授的同意，他尽可以，麻烦把宋教授的签字证明给我看一下。蒋生面色不好看，沉声道：宋教授忙，这种小事就不用麻烦他老人家了，更何况珊珊到时候我会亲自带着，出了什么问题我全权负责。林珊珊一听，底气更足，看向我的目光极尽嘲讽。我翻了个白眼，不明白蒋生哪来的口气。宋教授为了这个项目拉了700多万的投资，你确定到时候出了问题你负担得起？蒋生脸色一白，被我对得无话可说。我看着林珊珊继续道：至于帮忙，能进实验室参与项目研究的同学，专业成绩都在系里排名前列，竞赛奖项更是拿到手软。林珊珊同学，方便问一下你的绩点吗？我话音刚落，先前还无所谓林珊珊进不进的同学，此刻看向林珊珊的目光也都充满了质疑。毕竟这个项目不仅关系着大家的评优，甚至能成为今后个人履历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所有人都不希望实验出问题。感受到众人怀疑的目光，林珊珊的脸瞬间通红，看向我的目光满是愤恨。她当然不方便说了。我没记错的话，林珊珊别说参加竞赛了，平时还经常逃课，期末成绩更是连看都没法看，一连挂了好几科。实验室里突然传出一道声音，我记得实验室是宋教授找林氏集团投资的吧？珊珊，你要是想进，直接跟林氏那边说一声不就行了？林珊珊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随即扬起下颌，傲娇道：算了，和不喜欢的人共事也不会愉快的，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，到时候影响林氏对实验室的投资，岂不是白费大家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了？林珊珊一番善解人意的发言，听得我想笑，似乎是为了找回场子。林珊珊扬声对实验室里所有人说：这个周末大家没事的话可以来我家玩，正好前些日子花园翻修，不开派对可惜了。实验室的同学一听，立马兴奋起来，嚷嚷着：啥家庭啊，还带花园？林珊珊捂嘴一笑：就是我爸爸给我买的一个小别墅罢了。说罢，林珊珊看向我：雨禾，到时候你也来吧，人多才热闹。我扬眉，不知道林珊珊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可以啊，到时候地址发给我，周末我有空就过去。林珊珊笑容里带着轻蔑：金月湾别墅区35栋，要是不认识路的话，给我打电话哦，我让管家去接你。我眼底的笑意再也控制不住。金月湾别墅区35栋，巧了，这地我熟啊。之后几天，林珊珊虽然没能进实验室，但是每天都会过来转一圈，和蒋生俨然一对热恋中的情侣。宋教授平日里不怎么来实验室，因此我作为组长，
实验室的项目进度基本是我负责，蒋生作为副组长，平日里会帮着我处理一些琐碎事务。林珊珊的到来像是给了蒋生某种助力，他隐隐有想压我一头的迹象。实验室正在研发一款健康监测手环，除了基本的血压、血糖、血氧、心率和跌倒监测，还能在检测到用户不正常数据时，及时提醒并自动向最近的医院发送实时定位并报警。组会上，我的提议被他频频否认、打断。江于和，这款手环的研发进度已经快结束，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合适的合作方，尽快将产品投入市场。我拧眉否决了他的建议，目前的实验数据还远远达不到市场投放的标准。我们的产品面向的是有健康监测需求的中老年人，必须将产品可能出现的失误降到最低，急功近利只会导致前功尽弃。蒋生的建议被我否决，面色立马变得不好看。我没太在意，每次组会本来就是在进行意见碰撞，以前比这吵得重的时候多的是，事后大家反而合作得更加和谐紧密。我以为这次也会像以前一样，却没想到蒋生反而跟我唱起了反调。之后的几天，蒋生都以找投资、考察工厂为由不在实验室。本来项目的各部分都有专人负责，蒋生一走，他的工作便都落在了我身上。连续3天，蒋生都没来，林珊珊朋友圈却更新频繁，打卡各大网红点，每张照片都有蒋生的身影。蒋生找投资的借口不攻自破。目前项目正值数据检验的关键时期，实验室里每个人一刻都不敢松懈，生怕耽误进度。蒋生的撂挑子引发别人不满，可蒋生有林珊珊护着，别人不敢多说，指责的声音便直指我。江于和，要不是你太咄咄逼人，蒋生也不至于被你逼走。是啊，蒋生说的也不是全没道理，如果能尽快投放市场，大家的辛苦也能早点得到回报。我目光紧紧地盯着出声的那人，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一款没有足够实验数据支撑的手环吗？你会放心将自己父母和亲人的健康交到一款草率生产的手环吗？我们反复的实验是为了及时挽救每一条生命，名和利在诱人，也不能丢了自己的良心。实验室里寂静无声，我回到电脑桌前，给蒋生发过去一条正式的邮件，警告他如今的行为已经给项目进程造成影响，如果他继续这种行为，我会如实告知宋教授，将他从实验室项目组除名。邮件发出后不到1个小时，蒋生就满头大汗，一脸阴沉地回了实验室。经过我的一瞬间，他冷笑道：江于和，真有你的，我没看他，更没将他的威胁放在眼里。私人情绪不能带入工作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共识。只要不耽误项目的整体进度，私下里怎么疯，没人会管你。之后2天，蒋生都按时待在实验室，只是电话不停，神色匆匆，看着有些异常。我总感觉蒋生有事瞒着，面上不显，只偷偷留了个心眼。项目进度赶在周末前简单的告一段落。周末，我早早就去了金月湾。这套别墅是我考上大学后，爸爸奖励给我的。不过，自从我进了实验室后，就忙得没空回来住，大部分时间都是住在距离学校比较近的市中心大平层。算起来，应该有小半年没过来了。如果不是林珊珊提醒，
我估计一时半会都想不起来。房子请了保姆定期来打扫，所以从别墅外面看，一点也没有久不住人的荒败感。大门是密码锁，我刚打开，就跟屋里的人对上了视线。我皱眉看过去，不明白自己家里怎么会出现一个陌生女人。顿了一会儿，我才想起来，这是我爸给我找的保姆，日常负责打扫卫生，顺便给房子增加点人气。可对方似乎压根没认出我来，甚至比我反应更大。女人踩着高跟鞋，3两步便走下楼，伸出染着猩红的指甲，指着我便破口大骂：“你是谁啊？未经允许就闯进我家，信不信我报警抓你？”我被气笑了，反问他：“你家？”女人刚想说什么，身后传来一道声音：“江雨禾，你怎么来得这么早？”我回头看到被众人簇拥在中间的林珊珊，她走上前来，笑眯眯地挽住刚刚对我吼叫的女人：“妈，你怎么把我同学晾在外面呀？”女人一怔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随即眼中露出不屑。家里不声不响的突然溜进来个人，我还以为是小偷呢，刚刚都快吓死我了。说罢，女人一改刚刚泼妇骂街的架势，一下子变得娇弱无辜了起来。我还没来得及为她这番表演鼓掌，身后就有人跳出来主持公道：“江雨禾，来别人家做客，好歹要讲点礼貌吧？你看你把阿姨吓得。”“是啊，这里可不是你们村里，看谁家敞着门都能进去溜达2圈。”身后传来一阵哄笑，林珊珊闻言也捂嘴笑着，看我的目光却满是轻蔑与挑衅，似乎很满意我被众人嘲笑的样子。蒋生走上前来，笑容得体，模样清俊。他递给女人一个礼盒，第一次来阿姨家做客，一个小礼物，希望阿姨能喜欢。女人看了眼精致的包装，满脸笑意地收下了。现在的孩子真懂事，不像有些人。说完还一脸不屑地瞥了我一眼。在蒋生的衬托下，我没礼貌还不懂事的标签算是定死了。林珊珊妈妈摸了摸头发，对林珊珊道：“你在家里和朋友好好玩，妈妈出门做个头发。”林珊珊点点头，跟她妈妈道别，随后便善解人意地开口替我解释：“雨禾没来过别墅，有些规矩可能不太懂，大家就不要怪他了。”说罢，林珊珊便领着众人进了别墅，我落在最后面，看着林珊珊母女一副女主人的样子招待着众人，有些期待一会被打脸的画面了。别墅是按照我的喜好装修的复古南洋风，家具都是从国外运来的设计师品牌。徐子墨对着沙发旁的小躺椅惊呼了一声：“这个躺椅我在杂志上见过，意大利的品牌，好几十万呢。”话音刚落，便引起众人惊呼：“一个躺椅这么贵，果然是有钱人啊！”我都不敢猜其他家具的价格了。林珊珊被捧得飘飘然，连忙摆手笑道：“价格不重要，主要是设计比较合我心意。”许是被一个躺椅的价格震惊到，众人瞬间都有些局促，不知道该坐还是站着。林珊珊故作自然地招呼大家坐下。周晴刚才一直没插上话，此刻她视线扫过一圈，最终落在墙上的一幅画上。“珊珊，这幅画看着好特别呀，一定也很贵吧？”众人顺着周晴的目光看去，画确实很特别，只是夸张的色彩和别墅整体的装修风格显得有些冲突。林珊珊笑着应道：“也还好，这幅画是我从拍卖会上买的，也就200多万。”众人又是一阵惊呼，我实在没忍住，扑哧的笑出声来。
我爸要是知道我6岁的涂鸦居然能在拍卖会上卖出200多万的高价，估计能给小老头高兴坏了。我的笑声在一片恭维中显得有些突兀。林珊珊不悦地看向我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我捂着笑痛了的肚子：“没什么，想夸你眼光独特。”蒋生见女神被欺负，立马朝我发难：“江于和，审美这种东西是需要培养的，你不懂可以多学，没必要困在自己狭隘的认知里。”我点点头，不置可否，转头一脸好奇地问林珊珊：“这画能卖这么贵？一定是位很有名的画家的作品吧？”林珊珊偏着头，看我的目光满是不屑。当然，我顺势道：“那位画家叫什么名字呀？我也想观摩一下他的作品，培养一下自己的艺术审美。”林珊珊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忙道：“一位法国作家，说了你也不认识。”我强忍住笑意：“我就画了个画，怎么还给我改国籍了？”众人看出林珊珊对我的态度，也抱团似的开始孤立我。我也丝毫不在意，自己占着半个沙发听他们说八卦。等快到饭点时，大家都有点饿了，林珊珊便提议在院子里烧烤，众人自然应是。林珊珊看我一眼，笑容有些不怀好意：“江雨禾，听说你很会做饭，那冰箱里的食材就麻烦你处理一下喽。”听谁说的？林珊珊明显想在众人面前给我一个下马威。我拍拍裤子起身，无所谓的应下：“好啊，没问题。”如果你们等得了的话，有2个女生主动上前来帮我一起处理食材。我打开冰箱门，没忍住又乐了，故作惊讶地说：“原来有钱人也会去菜市场买菜呀！”冰箱门打开，各种红的、黑的和透明的塑料袋子包裹着食材，显得廉价又杂乱无章。感受到众人投来的惊讶的目光，林珊珊面上浮上尴尬，立马大声反驳：“你懂什么？别墅区离超市远，去一趟不方便。”我立马理解地点头，看来住别墅也有缺点，买菜还得自己亲自跑菜市场。人群中不知道是谁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林珊珊面色涨红，看我的目光好像恨不得立马撕了我。我装作没看见，继续翻找着冰箱里的食材，看到一盒牛排，我拿起来，把标签上的文字念了出来：“菲力牛排，特价19.9，日期。”我立马把那几盒牛排举起来给林珊珊看：“珊珊，你的19.9特价菲力牛排还有2天就要过期了，不吃就要坏了哦。”我的声音很大，生怕林珊珊没听见，浪费了好东西。林珊珊再也绷不住了，快步走过来，涨红了脸，强撑着笑对我说：“可能是家里的保姆背着我买的吧，我平时是不吃这种廉价的东西的。”我认同的点点头：“哦，这样啊，我倒是不挑食，只是不吃临期产品。”话音刚落，旁边的女生没忍住笑出了声，垂着头抖成了筛子。林珊珊再也受不了了，生怕我再翻出什么东西来令她难堪，立马把我指使走：“江雨禾，你动作太慢了，再等下去大家都饿了，还是去外面和他们弄烧烤架吧。”我点点头起身，走前还好心提醒林珊珊：“对了，珊珊，吃不完的剩菜还是尽量少放冰箱吧，容易串味。”说罢，我伸手在鼻前扇了扇，一脸真诚的模样。林珊珊气得脸歪嘴斜，指向我的手都微微颤抖着。我目不斜视，拉着一旁抖成永动机的女生快步离开。因为我的打岔，同学中有人开始对林珊珊产生了怀疑：“你们不觉得林珊珊有些奇怪吗？
我刚刚进门换鞋的时候，还从鞋柜内看见好多个堆成一团的垃圾袋。有钱人的生活也这么朴实无华吗？周晴立马反驳道：怎么了？你见过几个有钱人啊？有钱人就不能接地气了吗？众人见他这么说，也不好继续在背后讨论林珊珊，毕竟论关系，自然是身为舍友的周晴更熟悉林珊珊。有人在弄炭火，有人在处理食材，我和其中几个同学便闲了下来。一个男生看见电视下面的游戏机摆弄了一阵，却都无法连接，便问一旁的林珊珊：珊珊，这个怎么连不上呀？林珊珊接过来按了几下，也是没有任何反应，随手扔到一边。不知道，应该是坏了吧？男生有些失望的哦了一声。我伸手拿过游戏机，走到电视前，伸手按了某个按钮，屏幕上立马显示已连接。我将游戏机扔回男生怀里，玩吧，连上了。两人均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男生挠挠头，发言有种脑干缺失的美。江于和，你真厉害，林珊珊家的东西你比她都熟。林珊珊闻言脸色一白，一脸惊疑地看向我，试图在我脸上读出什么。我看着林珊珊骤变的脸色，忍了好久才没当场笑出声。我故作神秘地对男生说道：你想知道为什么吗？男生抬头看来，一脸懵地点了点头。我压低声音，却刚好也能让林珊珊听到，因为这就是我家呀。林珊珊再也绷不住，瞳孔放大，一脸震惊地看着我。空气中有一瞬的安静，男生沉默了一会，突然仰头发出一阵爆笑，哈哈哈哈哈！江于和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说罢，不再看我，直接跑了出去和大家分享这个笑话。林珊珊一脸慌张，伸手竟然没能拦住。不多时，就听见男生边笑边说：江于和是喝醉了吗？他竟然说林珊珊家的别墅是他的，我真的要笑死了！真是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，哈哈哈哈哈！众人似乎也将男生的话当成了玩笑，也跟着笑起来。蒋生甚至走到我面前，亲昵地坐在身子有些僵硬的林珊珊身边，看向我的目光里，好笑中又带着嘲弄。江于和，我以前真是看错你了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虚荣，当着珊珊的面说这是你家。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么离谱的事，也就是珊珊脾气好，换做其他人，估计早就把你赶出去了。林珊珊没有应和蒋生的话，反而面色发白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我。半晌，她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，大门有密码锁，没人开门，你今天是怎么进来的？我扬眉朝她看去，终于想起来了，不过我没回她，反问道：林珊珊，林董事长这么疼爱你这个女儿，晚上会回家陪你吃饭吗？林珊珊脸色一僵，我爸工作忙，哪有时间陪我吃饭？我点点头，冲他笑道：我爸爸工作也忙，但陪我吃饭的时间也还是有的。蒋生听不下去了，嗤笑一声打断我：你爸爸能和林董事长比吗？月薪3000，可不有的是时间陪家人。话音刚落，别墅大门外驶进来一辆车，我探身看向林珊珊，笑容狡黠：你猜是谁的爸爸回来了？林珊珊死死地盯着我，脸色发白，手指止不住的颤抖。蒋生还没觉察，他认出那辆车是林珊珊朋友圈里发过的迈巴赫，立马站起身来整理着装，想给来人留个好印象。珊珊，你爸爸回来了，我们贸然来你家，是该跟叔叔打个招呼的。说罢，蒋生便想出门迎接，林珊珊却尖叫一声：
不行。蒋生被林珊珊这般直白的拒绝落了面子，但顶着众人看过来的目光，他还是勉强笑着：“珊珊，你放心，我知道我们现在还是普通朋友，但我会努力追求你，给你一个认真且正式的告白。”我掏掏耳朵，这台词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众人也都认出了那辆迈巴赫，纷纷走了过来，局促地站在林珊珊身边，不知道一会儿该怎么跟林氏集团董事长打招呼。我却好整以暇地窝在单人沙发里，欣赏着林珊珊惨白的脸和摇摇欲坠的身子。于欢看了我一眼，悄悄扯了一下我衣服：“雨禾，快起来呀，珊珊爸爸回来了，你这样看着不太礼貌。”我递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，一点起身的打算都没有。迈巴赫停稳，车上下来一个人，蒋生先众人一步走上前去：“叔叔您好，我是珊珊的同学，今天贸然打扰，给您造成不便，还请谅解。”蒋生一番话让人挑不出半点毛病。来人被惊了一下，看到人群中间的林珊珊，立马像是想到什么似的，清清嗓子，笑容和蔼地拍了拍蒋生肩膀：“没事没事，你们年轻人好好玩，不用在意我。”我没忍住笑出声来，仰着头对站在我身边的于欢说道：“原来林董事长这么平易近人呀！”众人瞬间朝我看来，于欢不自在地往旁边缩了缩，似乎在努力跟我划清界限。他一动，正好将我露出来。男人抬头的一瞬间，脸立马变得煞白，手脚都不知道往哪放，颤抖着唇喊了声：“小姐，您怎么回来了？”众人被面前这番变故看懵了，直到有人嘟囔了一句：“嗨，原来是司机啊，我还以为是林董事长回来了呢。”白激动了。蒋生闻言，立马不复刚才的热络，回到沙发坐下。林珊珊反应极快，立马上前对着男人说：“叔叔辛苦您跑一趟了，我爸今晚是不是不回来了呀？”男人的视线在我和林珊珊之间快速变换，额前渗出冷汗，拼命给林珊珊使眼色。可惜林珊珊压根没看懂，男人没办法，只好含糊地嗯了一声。林珊珊闻言舒了口气，忙回头对大家歉意地笑笑：“我爸爸最近比较忙，今晚应该不回来了，我们不用等他，自己玩就好。”男人似乎想对林珊珊说什么，被我一个眼神制止。他纠结半晌，不安地出去了。就在大家重新放松下来之际，门外又驶进来一辆车，和先前那辆一模一样，同样是迈巴赫。有人不解：“怎么又来一辆迈巴赫呀？”周晴斜睨那人一眼：“有谁规定有钱人只能买一辆迈巴赫？”有同学开玩笑道：“珊珊，今晚不会是你家的豪车秀吧？”林珊珊却笑不出来了。她察觉出了不对劲，透过落地窗，我们看到车上又下来一人，他穿着普通，众人便以为又是林珊珊家司机，便没太在意。直到听到先前门口那男人恭恭敬敬地唤了一声先生，众人这才反应过来，这是林董事长回来了。林珊珊腾的一下站起来，眼神慌张地看向门口。大门被重新打开，男人长相端正，目光温和，却隐隐有上位者的威压。蒋生站起身，走到男人面前，故技重施：“叔叔您好，我是珊珊的朋友。”话音刚落，男人便皱眉打断：“珊珊是谁？”全场安静。蒋生既尴尬又震惊地站在原地，半晌干笑一声：“叔叔您真幽默，珊珊是您女儿呀，哈哈哈。”男人却依旧皱着眉头看向他：“我女儿不叫珊珊，小伙子，你是不是找错人了？”
蒋生这下真的懵了，他下意识回头，不知所措地看向林珊珊，可林珊珊此刻低垂着头，屁都不敢放一个，恨不得原地消失，哪里还顾得上蒋生？众人被眼前的反转整懵了，纷纷回头看向林珊珊。我慢悠悠从沙发上起来，朝着男人喊了声“爸”，空气瞬间寂静，无数道惊疑的目光落在我身上。蒋生更是惊叫出声：“爸！”我无语地斜睨他一眼：“这是我爸，你瞎认什么？”噗嗤，不知道谁笑了一声。蒋生的面色瞬间涨红，猛地看向林珊珊。林珊珊面如死灰，避开众人的目光，不发一言，将装死进行到底。爸爸朝我看来，有些无奈地配合我演戏：“你不是很久没来这边住了，今天怎么想着回来了？”我看了眼林珊珊，笑着说道：“这不是同学盛情难却吗？”爸爸虽然有些不解，但还是没多问，让大家不用在意他，好好玩后，便回楼上办公了。这下同学都露出了然的神色，鄙夷地看向林珊珊：“林珊珊，这里原来真的不是你家啊！”冒充正主，结果被当场打脸。我也是头一回见。林珊珊，你这算私闯民宅吧？蒋生也一副受了欺骗的样子，死死盯着林珊珊。可没等他说话，就被人怼了回去。蒋生之前是不是追过江鱼河？追了半天，最后有眼无珠，选了个冒牌货。我看着出生那个人赵瑞，平日里最是捧高踩低，事情爆出来之前，我也没少遭他奚落。这场闹剧我有些看够了，听着有些人说话越来越难听，刚想出言制止，就见林珊珊瞪着通红的眼睛，目光极恨地看着我：“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故意看我出丑？有钱又怎样？有钱就可以随意捉弄别人吗？”我被林珊珊的反咬懵了，她冒充我的身份，把我家弄得一团糟，如今反倒成我的错了。林珊珊说完，眼中含泪，仿佛受了极大的委屈，转身就准备走，我却出声叫住她：“慢着，走可以。我房间里的衣服和首饰，所有你用过的，都照价赔给我。”林珊珊猛地回头看向我，目光中满是震惊和不可思议：“你那些东西都不知道是用了多久的二手货，我帮你处理掉，都算我好心了，凭什么要我原价赔给你？”我冷笑一声，恨不得抽刚刚还心存不忍的自己。这套别墅自买来，我都没住过几次，楼上房间里的衣服连吊牌都没摘过，想必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林珊珊面色难堪，她当然拿不出钱来赔我，甚至连东西都还不回来。她前段时间的高消费，都是拿我的东西卖了二手，才活得这么滋润。林珊珊进退两难，又像是突然想到了什么似的，立马一改刚才的难堪：“不就是些过季的衣服，到时候还给你就是了。”说完，林珊珊扭头就走了。蒋生也受不了别人看他的目光，跟着林珊珊离开了。有同学问道：“江鱼河，林珊珊没还你钱，你不怕他跑了吗？”“跑？他会吗？为了几十万放弃自己的前程，背上通缉犯的头衔，这笔账林珊珊不至于算不清吧？”为了补偿大家，我带着所有人转移阵地，酒吧包场玩了一夜。当晚蒋生给我发了好几条短信，先是道歉，紧接着便是和好的请求。我看得一脸无语，直接把他的联系方式拖进了黑名单。蒋生似乎也发现了，没过多久，又拿另一个手机给我发来一条消息：“江鱼河，是你骗我，玩弄我在先。今天你这么对我，以后你别后悔。”我一脸黑线，不明白他这是抽的哪门子的风，
直接黑名单加1。听别人说，蒋生和林珊珊自那晚后就闹掰了，可又有同学说，好几次在实验室门口看到过两人，又不像是闹掰的样子。我对此并不太关心。林珊珊再没出现在我眼前，估计是忙着筹钱去了，甚至连蒋生都不见了踪影。连宋教授都来问过几回，实验室里也有人开始心思浮动。直到半月后，市面上出现了一款智能监测手环，上线第1天预售便突破1万单，外形、功能几乎和我们的产品一模一样。可我们的手环目前还在研发中，怎么可能这样巧？市面上提前出现了一模一样的产品。我第一反应便想到了蒋生，可打过去的电话无人回应，组员也都怀疑到蒋生身上，纷纷骂他叛徒。我却心急如焚，气蒋生的偷窃行为倒是其次，产品的安全隐患才是最重要的。我逼迫自己冷静下来，第一时间告知宋教授后，便紧急联系林氏集团的公关和律师团队，并立马报了警。我首先让公司的法务通过网络发表声明，明确指出该产品涉嫌盗窃和抄袭，并且放出实验室的研究证据，证明该产品目前还处于最后的研发阶段，部分功能的安全性测试还未实现，现在的产品可能存在部分安全隐患。公关一发，蒋生的电话便打了进来，上来就破口大骂我断他财路。江于和，你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就要质疑别人的能力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产品的成果有我的一份，我拿去生产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我被他这番强盗言论气笑了。如果真如他口中说的那样没有半点问题，那他现在为什么会跳脚呢？我没有再跟他多费口舌，这些话你留着跟警察说吧。蒋生和林珊珊不知道躲去了哪里。公司法务的声明由于没有热度，并没有掀起波澜，我甚至感觉有人在降热度。网上还出现了一些博主的带货推荐，我直觉事情不妙，让公司尽快联系那些博主，告知产品的不完善性。警方那边也发来回复，说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对方盗窃，需要继续提交新的证据。蒋生也知道了，目前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，还不能拘留他。他特意打来电话，江于和，失败的滋味好受吗？我说过的，惹了我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挂断电话，一口玉气堵在胸口，不上不下。手环市场试水效果很好，林珊珊的朋友圈也更新频繁，她出入上流聚会，晒高档晚宴和各种奢侈品，俨然一副富太太形象。我一时有些焦头烂额，暗中祈祷手环不要出什么问题。直到1周后，3位老人死在家中5天后才被发现的新闻被顶上热搜。老人的子女将蒋生和他的公司告上了法庭，质问他手环的产品宣传上明明有防摔监测和急救提醒，为什么直到老人去世，手环都没有向医院发出任何救援消息？蒋生答不出来，因为这正是他缺席的那段实验数据的验证。法庭上，他喃喃着不可能，神志看着已经恍惚，似乎不能接受自己刚刚成名就面临失败。林珊珊却早他一步卷款跑路，他以为自己能脱身，却没想到被自己的母亲出卖了。飞机落地后，便被早已等在机场的警察抓获，市面上的手环被紧急召回。蒋生的公司刚成立便宣布破产。事情尘埃落定后，我却没有半分欣喜。
蒋生和林珊珊的贪婪造成了3位老人的离世，明明这些都是可以避免的。那天之后，我埋头在实验室，反复验证手环各项功能的实验数据，最终在半年后将手环重新推出市场。大企业就是出手阔绰，8个亿啊！说捐就捐了。但是林氏将手环推出后，同时公布了各项功能高达100万次的实验数据，全都无一失误。林氏以集团声誉做担保，成功挽回一部分消费者。当月手环销售量破10万，之前实验室的同学各自分得了一笔不菲的收益，并且全都和林氏集团签订了合约。毕业后直接进入林氏集团工作，投入新产品的研发。林氏智能监测手环自动检测到空巢老人的身体异样，及时拨打求救电话，送医救治的事例数不胜数。之后，我和爸爸聊了一夜。第2天，爸爸在董事会上宣布，将手环的收益全部用于公益事业。朝阳可贵，夕阳一同辉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